你相信神吗？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虽然我去寺庙拜过观音佛祖，但如果问我是否相信神，我可能会说不太相信吧。就像这样，虽然去过寺庙，求观音佛祖保佑过，但并没有打心底相信神明的人应该很多吧。然而我们人类从古代开始就一直相信神的存在，将无法理解的事情都归于神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信仰而产生了宗教，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前无法解释的认为是神的各种行为，逐渐能被科学理论所解释，许多事情被证明只是物理现象而已。现代人普遍认为神并不存在。那么，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曾经站在科学最前沿的人是如何看待神的呢？从1954年他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认为的：神是人类软弱的产物。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到了神这个词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圣经只是童年时代原始传说的拼凑等否定神存在的言论。因为这一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爱因斯坦本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表示：我并不是无神论者，狂热地支持无神论与绝对相信神存在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他在否定神存在的同时，却有声称自己不是无神论者呢？原来爱因斯坦有自己独特的证明神存在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解释一下爱因斯坦对神的看法这个话题吧。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爱因斯坦这个人。他于1879年在德国出生，幼年时和其他的孩子相比，他的成长比较缓慢，童年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尤其在说话方面，语速特别的慢。他的父母当时这样认为的。我现在非常担心，我家的孩子有可能存在智力障碍。实际上，他成年后依然会经常拼错字母，他的一生中一直将字母 R 写反，这可能表明他患有某种语言障碍。那么，为什么他会成为天才呢？这得益于他5岁时父亲送给他的一个指南针。当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指南针时，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指南针为什么一直指向北？或许这个世界上存在某种看不见的力量。从此，他对物理产生了兴趣。他在9岁的时候独自理解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2岁时自学掌握了微积分和积分，理解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有一种观点认为，爱因斯坦的天才可能与他的语言障碍有关。正因为理解语言较慢，使他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灵活的思维和想象力来理解事物。在1900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他有2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而以做临时教员和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后来，通过朋友父亲的推荐，他成为了伯尔尼专利局的实习技术员。在这份工作的空闲时间，他投入到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中，于1905年发表了光量子假说、布朗运动的理论解释和特殊相对论。这3篇论文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后来有这样的说法：1905年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年份，接连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物，真是奇迹的一年啊！1932年，纳粹在德国掌权，由于是犹太人，爱因斯坦被迫迁居到美国。在2战开始时，他收到了当时美国总统有关军事利用核能的暗示信。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示了支持。在得知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消息后，他颤抖着嘴唇说这是怎么回事。据说他当时直接跪倒在地，崩溃了，并表示他的签名是他一生中犯过最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给他的日本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为了阻止那个决定命运的决断，我一直反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当时我什么也做不了。之后，爱因斯坦致力于寻找解放人类免于战争的方法。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次的主题。爱因斯坦在小学时代，在当时的德国，有基督教的课程，像其他学生一样阅读圣经。他对此有过这样的思考：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神真是太了不起了。但是有一天，当他读到一本科学杂志时，发现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其中写到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当他读完后，有了这样的想法：圣经里面都是骗我的吧？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但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各界许多的批评，但也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爱因斯坦对此持有以下观点：为什么我以前一直相信圣经呢？为什么从未怀疑过呢？于是，他开始对宗教产生了怀疑，认为宗教试图让人们相信谎言。他开始认为不应该盲目的相信。但是，爱因斯坦同时声称自己不是无神论者。他这样说：狂热的支持无神论，就像绝对相信神存在的宗教态度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可能受到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影响。基督教最初认为，首先存在神，然后因为创造了世界，神是所有存在之前存在的。然而斯宾诺莎却是这样认为的：神是渗透在一切存在中的，这个世界也是神的一部分。这基本上意味着神不是拥有人格心灵的存在，而是宇宙中神圣的东西。支持自然界美丽的法则，认为地球上的引力和太阳东升西落并非是基督教中拟人化的神的行为，而是自然的力量。这样的自然力量才是值得崇拜的神。爱因斯坦原本就对自然充满着浓厚兴趣，因此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他这样说：自然法则才是神，解开它的谜团是科学家的责任。爱因斯坦基于斯宾诺莎的哲学，为了在物理法则之间实现调和而创造了相对论。换句话说，尽管爱因斯坦对拟人化的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但是他积极肯定了人类应该如何生存这个信仰本身。在这次视频中，我们探讨了爱因斯坦对神的看法。爱因斯坦在传记中这样写道：没有信仰的科学是不完整，没有科学的信仰是盲目的。他认为圣经中记载的人类的诞生、死者的复活等非科学的神话，以及存在天堂和地狱等存在，都是没有根据的童话故事。也就是说，学习如何生存下去的宗教对人类是很有必要的，而不了解它的科学将导致创造原子弹等毁灭性事物。与此同时，没有现实基础的信仰也是不必要的。爱因斯坦否定了我们所想象的以人形为形象的神，然而他对基于斯宾诺莎的哲学的信仰，即认为神存在于万物之中，表现得非常肯定。正因为如此，他终生致力于研究作为这位神的自然现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我们下期再见。